你给他一双练武的腿，他却用来踢你性感的嘴；你再给他配个黑社会老大，他也能一脚把别人踢上担架。赛后不但高歌载舞，还能召唤精灵球嘲讽，实在是太过嚣张。此人就是英国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迈克尔·毒液佩奇。在佩奇的努力下，早已把12路弹腿运用的出神入化，被他踢过的人轻则懵逼不伤脑，重则毁容医院躺。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是佩奇职业生涯中最残暴的3场比赛。如果你能坚持看到最后，那么你在我心目中绝对算个硬汉。第一场发生于2016年，此时连胜的佩奇可谓是嚣张到了极点，刚见面就亮出了蛇形刁手，向对方宣示着自己的主权。即使在大哥含情脉脉的注视下，他也没有半点收敛。你看他那个熊样子，气得帮派大哥恨不得现在就想夯他。天空一声巨响，佩奇闪亮登场，他就是嚣张的化身，欠揍的使者。从他这只骚气的倒车摇就不难看出，这次依旧没把对手放在心上。这名光头大哥名叫桑托斯，为人看似凶狠，实则老实的一批。原因是他娶了一个比男人还壮的女子世界冠军当老婆，只要他输一次，他老婆就打他一次。如今桑托斯已经被家暴了整整17次，善解人意的佩奇也看出了大哥的窘境，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那就是把他打退役。只要以后不能参加比赛，大哥才能彻底脱离苦海。接下来，佩奇开始尝试各种威力巨大的杀招，往大哥头上招呼，想要做到一击必杀的效果。起初大哥没理解佩奇的良苦用心，不但极力反抗，还试图找机会进行反击。直到佩奇用出了自己的成名技飞天大日，大哥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但大哥一直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在退役之前做一次足底按摩。于是他也不管父男的意愿，强行把佩奇按倒后，就伸出了雀黄的大脚。聪明的佩奇心领神会，但奈何这方面的知识实在过于浅薄，即使冒着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，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，只能一边回想着做足疗的场景，一边轻抚着大哥的脚底板。虽然大哥不语，但其实他早已感动得痛哭流涕。看来只有男人才懂男人的浪漫。接下来大哥不再做任何抵抗，因为眼前这个男人让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刻。佩奇也知道是时候该结束了，于是在俩人完美的配合下，佩奇用飞膝撞碎了大哥的天灵盖。这种伤势足以让他永久退出这个行业。为了庆祝大哥重获新生，佩奇扔出了珍藏多年的精灵球作为纪念。不得不说，佩奇在做人这方面确实比牲口更像个人。赛后大哥笑得很开心，看来以后真的不会再挨媳妇揍了。第二场发生于公元2021年，此时的佩奇已经遭遇过社会的毒打，曾在19年的时候被利马将军2拳夯关机。如今的他虽然褪去了些许力气，不过为人依旧很嚣张。这次迎战佩奇的小伙正是大名鼎鼎的铁嘴安德森，从他那傲娇的表情就能看出，这次绝对想到了针对佩奇的办法。安德森知道佩奇的12路弹腿威力巨大，但他的铁嘴功也不是浪得虚名，早就想尝一尝佩奇的巧克力味大汗脚，于是刚打了一个照面就示意佩奇往他嘴上踢。但佩奇迟迟不肯满足他的无理要求，无奈的安德森只能一边闻着脚味一边追。眼看对手越来越变态，吓得佩奇赶紧一拳把他打回了原形。被嘲讽后，安德森的心情瞬间变得破烂不堪，于是他放下了护架，开启了自瞄，准备和佩奇展开经过安德森的精准预判，成功用嘴接住了佩奇的腿，腿还没到浓郁的巧克力香味，就已经充满了他整个鼻腔。虽然被踢得5迷3道，但安德森的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可惜这一脚踢在了鼻子上，安德森引以为傲的铁嘴功是一点都没派上用场。之后善心大发的佩奇不断提醒安德森，他的鼻梁已经被踢断了，但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，安德森并未察觉异样，反而越战越勇。佩奇也不想继续伤害对手，只能边跑边躲，直到拖到第1回合结束。安德森的教练看到伤情后，果断弃权了比赛。最终佩奇仅用了1个回合便拿下了胜利。我刚夸完他讲武德，没想到这家伙又跳起了骚气的舞蹈，看来真的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最后一场是佩奇在贝拉托的退役之战。此时的佩奇已经35岁，虽然他还做着标志性的蛇形刁手，但在他黢黑的脸庞上早已看不出了曾经的年少轻狂。陪佩奇在贝拉托走完最后一程的是一个巴日人，名叫密钦加蒂。这场比赛只持续了26秒，因为佩奇只用了一脚就踢坏了他的膝盖。没想到佩奇的腿这么细，还能屡屡重创对手。
其实佩奇的战力水平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，即使到了 UFO， 也没有一个人能确保在纯战力层面压制他。可惜 UFO 的强者太多，即使像佩奇这样的鬼才，在那里也是寸步难行。还是在贝拉托好，把他宠成了小宝贝。